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夜。今天的影片，我们将带您深入这场地心与天际间的神秘感应，解开这道被人类忽视千年的救命讯号。地震真的能预报？卫星拍下震前大气层上神秘空洞。你曾想过，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拯救我们的信号可能不是来自地底，而是来自300公里外的太空吗？2024年4月3日，花莲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强震，但在那之前的几小时，台湾上空出现一个让科学界也感到恐惧的现象：保护地球的电离层竟然无预警地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神秘空洞，电子总含量在短时间内大幅骤降。这不是都市传说，而是透过福卫7号卫星与科研团队在强震后捕捉到的真实数据，并延续到2026年最新发表的关键研究，请务必看到最后。今天我们将拨开大气层的迷雾，利用 AI 演算法排除宇宙杂讯，去寻找那个隐藏在天空中的地震预警讯号。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今天我们要从一个看不见的层次说起。在地球表面上方约60到1000公里处，有一层充满带电离子的区域，我们称之为电离层。它像是一面巨大的魔镜，不但反射无线电波，也阻挡来自宇宙的致命辐射。但在强震发生前，这面镜子会出现令人不安的碎裂现象。根据中央大学太空科学研究所的长期观测，在04、03花莲大地震发生的前几天，台湾上空的电子总含量 TEC 出现了极其异常的波动。科学家惊讶地发现，原本应该均匀分布在高空的带电粒子，仿佛被地底下一股无形且巨大的力量给吸走了。在数据图上形成了一个局部的低压区，就像是天空中出现了一个隐形的黑洞。这种现象在科学界被称为地震电离层扰动。想象一下，当我们还在地面过着平静的生活，甚至在睡梦中毫无防备时，我们头顶上的大气层其实已经在替地壳发出无声的呐喊。这种电离层浓度的骤降并不是随机出现的背景噪音，它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有着明确的规律性。过去我们总以为地震是突如其来的灾难，是无法预知的宿命，但现在卫星数据告诉我们，地球的大气层与地壳之间存在着一种我们过去无法理解的联动机制。这让科学家开始思考一个极具革命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精准捕捉到这个消失的讯号，是否就能在灾难来临前争取到比现在国家级警报更久、更珍贵的预警时间？这不仅仅是物理学上的极限挑战，更是人类文明与时间赛跑的生存竞赛。每一笔跳动的数据背后可能都代表着无数家庭的生命安全。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捩点，透过卫星的眼睛试图读懂这封来自上天的警告。为什么地底下的岩石震动了，远在上空数百公里外的电离层会跟着消失？这听起来很像玄幻，但在物理学的世界里，这是一个非常严谨且环环相扣的过程。这一切的科学根源就在于一个关键词：压电效应 （Piezoelectric Effect）。台湾这座岛屿位处于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剧烈挤压带，这是不争的事实。当数万吨的压力长期累积在断层带，那些含有大量石英成分的岩石会发生什么物理变化？实验室的数据告诉我们，当岩石受到极端的剪力与挤压时，它会像一颗巨大的固态电池一样产生电荷。随着地壳累积的应力达到临界点，在断层正式破裂爆发前的数天，这些电荷会大规模释放。它们不会乖乖待在地底下，而是会沿着湿润的地层或是充满矿物质的地下水系统迅速向上传导。这股由地底深处升起的微弱电流会在地球表面与大气层之间形成一股强大的感应电场。这股电场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穿透云层直达高空，强制推开了原本停留在电离层的电子。这就是为什么当地壳下的巨兽准备翻身，大地即将崩裂之时，天空会率先做出反应。这是一个横跨了地质学、电磁学与大气物理学的宏大联动过程。
地底的应力转化为微观的电荷，电荷的移动形成了宏观的电场，最后在卫星的扫描记录上留下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刻度。这就是科学最有趣的地方，它告诉我们，地球并不是一块块分离的石头与空气，而是一个会呼吸、会感应的生命体。每一场地壳的震动，其实都是一场从地心到外太空的电磁表演。我们脚下的岩石在断裂前，其实已经在用电磁波向整个宇宙发出最后的哀鸣，只是过去的人类听不见而已。这种天空的异象并非偶然发生，更不是科学家的幻想。当我们翻开台湾乃至于全球的重大地震历史，会惊人地发现这一切似乎早有端倪，只是当时的技术让我们与真相擦身而过。1999年9月21日，南投集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921大地震。当年虽然卫星技术尚在起步阶段，但科学家在事后重新检视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观测站记录时发现，在地震发生的前几天，台湾中部的上空确实记录到了电离层浓度的异常变化，只不过在那个运算能力有限的年代，数据处理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灾难发生的速度。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2011年日本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当时日本顶尖的物理学家观测到，在震央附近的上空，电离层在地震爆发前约40分钟出现了剧烈的低频震荡，这证明了电离层消失现象，并不是台湾特有的奇闻异事，而是全球强烈地震在发生前共同的物理特征。但为什么现在台湾的研究特别受到世界瞩目？其实是因为我们拥有全球最精密的福尔摩沙卫星群，从早期的福卫3号到现在的福卫7号，一直到未来的福卫8号，它们被国际气象界誉为太空中最准的温度计。台湾的科学团队利用这些珍贵的观测数据，建立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地震电磁资料库。他们分析了过去数十年来数百次规模 5.0 以上的地震案例，发现这种电离层黑洞效应通常会出现在震前的3天到5天。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再只能依赖那短短10几秒的地震警报，历史不再只是过去的惨痛阴影，它正转化为我们通往未来安全生活的关键数据。当我们学会阅读大气层的语言，我们就能从历史的悲剧中提炼出拯救未来人类的新契机。要捕捉到这细微且神秘的讯号，需要的是极其强大的航太科技实力。这就是我们必须提到台湾骄傲福尔摩沙卫星7号的原因。福卫7号不像一般的卫星只是去拍拍地面的照片，它运行的原理涉及到更高级的物理现象，称为眼星观测 Radio Occultation。 简单来说，它并不是直接看地球，而是利用接收来自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如 GPS 发射的微波信号。当这些微波信号从遥远的太空穿过地球大气层与电离层时，会因为大气的密度与电子浓度发生微小的偏折与延迟。福卫7号的精密感测器能像显微镜一样精准捕捉到这千万分之一秒的差距。透过这种眼星技术，福卫7号每天能提供超过4000多笔精确的大气坡面数据，这就像是在台湾的上空布下了一张细密且无死角的天网，任何电子的微小偏移或消失都逃不过它的眼睛。这项技术目前在世界上是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甚至连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与欧洲的科学机构都必须定期参考台湾释出的实时观测数据。我们正利用最先进的太空物理技术去监测地壳最深处的震动。这种以天入地的研究思维是台湾科学家带给全人类的巨大贡献。当你在新闻画面上看到火箭载着福卫7号升空时，那背后代表的不仅仅是科技竞赛的胜利，更是为了每一位生活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的居民，在极静的星空中点亮了一盏盏守望的明灯。这张隐形的天网正试图破解那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终极难题，那就是地震到底能不能像天气一样被预报。我们正透过这6颗卫星的视角，从星际的高度俯瞰着这块土地的脉动，守护着我们唯一的家园。在未来2026年，中央气象署与学界正式尝试将其纳入短期预警模型。然而，
这项技术的突破也带给我们更深层的哲学思考。如果有一天科学真的能提前3天预言地震的发生，我们的社会准备好了吗？这是一个超越物理学范畴的社会学预言。想象一下，当预报系统显示未来72小时内某个区域有 80% 的几率发生规模7级以上的强震，整座城市会陷入怎样的状态？大批的人潮涌入公路，造成瘫痪，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或者是因为恐慌引发的物资抢夺。当我们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地震预知能力时，我们是否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的宝盒？科学家目前的处境就像是古代的先知，他们在数据的波形中看见了即将到来的灾难，但如何准确解读，如何适时发布，却是一门极其困难的课题。目前最大的挑战在于区分噪音，太阳的一次强烈闪焰，一场席卷全球的地磁风暴，甚至是人为的无线电干扰，都可能在高空制造出类似地震前的电离层空洞。如果我们过于频繁地发布预警，会不会造成大众的弹性疲乏而变成放羊的孩子？反之，如果我们为了追求绝对的准确而选择沉默，那这些珍贵的数据又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科学的进步并不代表人类已经掌握了自然。我们在电离层中看见的，或许只是地球生命周期中的一小部分规律。这种预知的能力本质上是大地给予我们的最后慈悲，它提醒我们，人类在巨大的超自然力量面前依然渺小。我们不应该期待科技能让我们完全规避风险，而是应该利用这些预兆，学会如何与不稳定的地壳共存。当我们能从大气层的脉动中读出危险时，我们更应该学会的是敬畏与准备。在未来，当电离层再次出现神秘空洞时，那不仅仅是逃命的讯号，更是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契机。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也对地震前的天空异象有自己的观察及想法，又或者你认为人类真的能靠科技完全预知未来天灾的到来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与亲身经历。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们为您揭露更多不为人知的科学与真相。我是星夜，我们下期再见。